好，我们上一次把操作界面从这里讲了一圈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时间轴这边这个操作界面。好，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 channel 每一个 channel 这边都前面都有几个选项啊。第一个 R 我们可以暂时先跳过 ，R 其实就是 recall 哦，这个我们在配合 ADR 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那另外一个就是 solo 哦 ，solo 是独奏的意思哦，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轨道，可是我只要听到这个 channel one 好，我就按这个 channel one solo， 我要怎么样才能感觉出来它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把 solo 先关掉，你可以看到我这样 play， 两个轨道的声音都会出来哦。那如果我按下这个轨道的 solo， 你可以看到这个 channel two 它就关掉。好，甚至如果我们来复制一下 ，Ctrl C 复制这边的复制的概念哦，跟在 add 这边的复制的概念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按的 Ctrl C， 你可以看到，我们再做一遍复制这个 clip， 按 Ctrl C， 你可以特别注意到我的这 playhead 放在哪里，我拖出来之后呢，它的 playhead 还是直接会在这个位置，这个是 Fairlight 比较特别的地方它的功能只是告诉你说，你选择的这个位置呢，你最后贴上的时候可以精确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你比如说我现在按 Ctrl V 贴上 ，OK， 好，贴上之后呢，比如说我再把它拉下来到 Channel 3这边，所以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现在如果说我现在没有按 Solo， 你可以看到3个轨道都有声音，好，我按其中一个 Solo， 你就可以看到另外2个轨道的声音就会停掉，这就是 Solo 的用意，就是在很多轨道的情况下，你只要听一个轨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按 Solo 这个选项。那再过来就是 Mute 就是我不要听到这个轨道的声音我就把它按 Mute 那你说那跟 Solo 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是对的，没有错。如果说你只有1、2轨的声音，你按掉 Mute， 那另外一轨其实就在 Solo 了其实可是当一般来做音效的时候都有很多轨所以这是不同的功能。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些这上面这个 toolbar 是干什么？这个呢是 range 这个 range 呢对有些人来说你会觉得很奇怪，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你可以用滑鼠的左键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区域，就是 range。那选择这区域干什么呢？它就直接跳出一个印号点。你要取消呢，你就按 Auto X。我们这里呢，我现在使用的是 PC 所以有一个 Auto 键。Auto 键其实在 Mac 里面就是 Option 键，那是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再回来讲这个 range， 我按下这个滑鼠的左键呢，然后选一个 range 出来，它就自动生成了印号点可是自动生成印号点要干嘛呢？你在 play 的时候其实它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如果你用 Auto 加这个斜线，我们再做一次好吗？我们是因为这个太长了，所以你看不出来，先把它取消掉，我说 X 取消掉，我再做一个 range，比如说我就是要听这个 range 的声音然后我按下 Auto 斜线，你可以看到它会循环的播放它这样停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再加一个，对不起，我忘了跟你们说，要先加一个这个循环，按下去之后呢，再按 Auto 斜线。你就可以看到它不断的循环播放，我把声音播出来。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之后呢，我们在剪接比较少遇到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在做声音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常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要不断的修这段声音的这个感觉，你就可以让它循环播放，然后去调整在 Inspector 里面调整你要的数据。这个状况其实在 Fusion 跟 Color 在 Fairlight 里面常常都会遇到需要这样的状况因为之前一般人比较少用到这个功能所以这边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功能怎么使用。那你要回复它你可以按 Stop 之后呢，这边是播放停止，然后呢，你可以按 Auto X 把它取消掉印号点把它取消掉印号点。那如果你还在这边，你看我还在这边，
你也可以单独选一个 clip， 它就产生一个印奥点。如果我还在这个 range 这个选项里面，好 ，OK， 那我如果要跳脱 range 这个选项，就到按滑鼠这个游标就可以脱离这个选项。那这个剪呢，就跟前面剪刀一样的意思，这个吸铁也是一样，就不特别说了。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flag， 这是 marker， flag 我们前面跟剪接那边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你选的 flag 其实基本上指的是这整个 clip， 你按下去 flag 之后，你可以在这边里面做一些备注，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些备注，可以1、2、3、4、5，好，你也可以换颜色。这个 flag 你也可以换颜色，那就是提醒下一个剪接者，或者说音效控制员，可以在这边需要做一些什么修正，可以提醒他。那 marker 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选这个 clip， 然后 playhead 放在这边，这个 marker 一点下去呢，它就指的就是这个点，然后这个 clip。可是如果说你不是选这个轨道，你是在这个上面游走的 playhead 的话，你选的这个 marker 呢，就是在这个playhead 的点上，也就是这个时间点上，那这是指 clip 上所以看你的需求是什么，那也是一样，你点2下就可以跳出来一些你可以写的数据跟改变一些颜色。好，再过来这边这个呢，其实就是跟剪接那个页面有点像这个比较特别你按下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就是说这个 playhead 就不会动，你要动的你要动的是整个轨道，而不是 playhead。这个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不知道这个功能它实际上需求是什么，可能是如果你有太多轨道的时候，你不希望你的 playhead 移动你想要看清楚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子来使用。OK， 好，那下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scroller 它是可以让你更精准的我们先把这个功能关掉你可以更精准的看到你每一个 frame每一格的画面你可以更精准的掌握到你的影像跟这个声音配合这个 waveform 特别是配合这个波段声音的这个波段，你可以精准的找到你要的这个声音的点在哪里。好，这个是不同的这个双轨如果你有双轨的声音在这边如果你有双轨的声音你就可以在这边如果你有双轨的声音，就可以看到不同轨道OK， 影像跟声音 OK， 那我们把它取消。那这边还有这个选择这个看的波段这个是长什么样子那 Rein Preset 你可以设定你要多大多小OK， 好，那因为就在这里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最后这个选项呢，其实就是设定完之后呢，就在这里其实就在这个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 clip 放大缩小。那这里有快捷键就是你按一下 Auto， 然后用你滑鼠滚轮就可以放大缩小。那它放大缩小是以你的 playhead 为中心你可以看到你的 playhead 为中心来放大缩小那这个呢是把你的这个 clip 上下放大因为我刚才没有点到这里如果我点到这里，我做这个放大的时候，它就不会弹开那你看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我点这个，我点 Channel 2， 我点 Channel 2， 我做放大的时候呢，它就不会离开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快捷键，按 Shift， 然后也是一样滚轮就可以操作这个放大缩小。这2集的部分，我们大概把整个界面都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介绍每一项的功能大概是什么。谢谢。